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哦文哈。来，今天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谁正在慢慢的走向你？也就是说，谁被你吸引过来的，他已经慢慢的走向你了。哦，我们来帮你预测一下，他是看到了你，暗恋你慢慢走过来，还是他不知不觉的已经走到你身边，将要出现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哈。好。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要按暂停，你要看清楚，可以按下暂停，因为这个牌的讯号比较多哦，讯息比较复杂，构图比较复杂。好，那这是第一张钱币7。好，钱币7，来第2张，权杖6。好，第3张圣杯3。好，圣杯3。它这组牌是一种暗夜系列的，它是用一种比较黑色喜剧的方式来哈，还有一种木偶的黑暗木偶，黑色暗木偶，就是它是一种用月亮氛围的方式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副牌。但是我知道它是属于比较小众的风格，但没有关系哦。我们用另外一种你本来的美感的喜好的，你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反派的角度来去欣赏这样子的风格就没有问题。那当然啦，即使是用这个牌，那我们的走向还是属于要搜寻比较正能量、比较正面能量结合的一个讯息，不会有任何阻碍。就这样，那我想你们已经学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好，那这就今天的牌，我们会先抽5张，来看一下这个最基底、最基础的能量结合是什么哈。好，5张，这牌比较长哈，可能画面会塞不下哈。那没关系，我们尽量摆上来哈。先对个位置。位置好，果然是放不下，那没关系，我们来继续调一下就好了哈。好，第3第4，来一样盖一张牌哈。好。有人问说为什么盖牌还要加这张？2个原因。第一，我要制作一个那个实体的浮水印啦。因为这样子变化很难预测很难被取消浮水印。第二是因为很多牌的背面，它会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它是正或逆，它会影响我的判断。它背面其实有它会影响我的判断，不是每个牌都有啦，但我已经习惯性把它压住了。因为也许我抽习惯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小小的蛛丝马迹，我会知道它的正反，那它会影响我的判断。你们也知道，我都是只看正面的，我要看它的连锁性才找到那个负能量在哪里，所以我不想被影响，所以就盖起来。好，那我们就开始那选择1号牌的朋友，一开始是用金币骑士来走啦。好，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在慢慢向你走来？这个人基本上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了你的附近了。工作学业，就不是私生活的，一定是他为了生存的各种方式走进了你的生活圈。基本上应该就是工作方面啦，因为我看到这里有蛮多为了生存而去牺牲自我的一个暗示。那他的讯号告诉我，他怎么走来的？他是用什么概念走来的那必须说，现在你跟他所有人在同一个区域里，或是同一栋大楼里也有可能我要看到很近的状态但是很可惜，你们的时间上都被一种无形的墙让你们现在彼此是错过的啦，错过的。只是说，以能量上来说，他的人生方向是往你这边走吗？我必须说，他不是往你这一个
点走来，它是往你之后身后的那个更大的方向走去。可是什么？你出现的时候，你跟他的能量出现的时候，交集对撞的时候，他的能量就停下来了，好像在找什么一样。不是他在找什么，是他的能量好像在找什么样，好像在找你。我看到的是他那个停滞下来的讯号很强烈，而且停滞下来之后还在，sorry 因为一直有嗝打出来，每次开始讲牌就会一直有很多嗝哈。好，他就是说，他除了停下来之外，他还一直张头四目张望，能量不是他自己，好像在找什么，好像在找什么，但很可惜啦。在现实的空间里、时间里，你们被隔开了，你们现在就很像是一个圆被切了两半，各在自己的半圆里面走来走去，是有是无的感觉。有个人在跟你分享同一个圆，但是没有办法确定，甚至会觉得自己幻觉或幻听之类的，或现在是这个状态还没有成型。那只是宇宙就是这样很奇妙在宝剑皇后这个位置，他偷了放了。我觉得他这边有一点点在看，觉得你们很可怜，很可怜。这点不好了，就是很可怜，因为他在你们的处着环境各方面，确实放一堵墙在这里挡住了啦。他让你们的连结变贫瘠。它让你们的关系变薄弱，明明就已经在附近了，却联系的那个讯号非常弱。所以，宝剑皇后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她在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的位置但她还是丢了一点点讯息，让你们察觉，好像有个什么感觉就在附近，你懂吗？这个把它转成白话，就是说，你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其实你们在那个区域里常常遇到彼此，但是是以非常陌生人的方式，甚至从来没有看对方一眼过，所以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总有一种舒适感常常在旁边飘过，就很像我常讲的，很像夏天里的微风，有一种如沐春风，夏天的微风，这种很特别的舒适感，常常在彼此出现的时候有。它会让你在平常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片刻就心情就好了起来，那是因为你跟它的能量交集在一起，但你们并不认识或是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会这样。那我觉得这是宝剑皇后给的一种仁慈啦。他如果在别的位置，我会觉得这真的是很主导性。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在这个位置，我确实接收到了一种被介入的，就是有一点在偷放讯息给你们彼此，很仔细的，很小的。我看到的就是我得到的，就是这个，所以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你们认识的时候，会有一种很高度的熟悉感。那是因为你们两个在同一个空间里常常穿梭里面得到的一种熟悉感的累积，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微风。等到真的见面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那个时候吹到的夏日的微风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的感觉，懂吗？这就是你们后来下面的会有的情况再往下看，其实这4张蛮难的我觉得他讲的讯号很复杂，很复杂，但还好我突然想懂了。好，又是皇后，我只能说。你们即使钱币5挡成这样子但是4种元素的皇后有来了2个，我跟你说，这2个皇后的位置都没有离你们很近，一个在很深的深渊里，一个在很遥远的太空里、宇宙里，但他们的出现存在都带来了一种慈爱。宝剑皇后给了某种你无法理解的舒适的讯息，那种愉悦，而且是很精确的，还有一点偷的让你们常常时间是有交错的，会遇到的。
就打个比方，如果你们在同一栋大楼上班，它让你们常常会搭同一部电梯，但从来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或是从电梯里你出来，他进去的那一个瞬间，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它是这样设定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状况嘛，会一起排队买一个咖啡这类的，会一起过一个红绿灯，或是从红绿灯对面彼此的对面走来交错。它让你们常常知道这个事情，这是我觉得是宝剑皇后在做的事。那钱币皇后在做了什么？她让你们无法，我觉得她让你们对于现状、现在的这一个生活的场所，有一种安心的感觉，不会想离开，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它让你们心里有这一个很深的心里有这个东西定下来，好像一个船锚把你们拉住了，很刻意。但是他的仁慈是在于说，一定要拉住你们两个，不要离开这区，这样才能够配合宝剑皇后，让你们常常交错的几率，懂吗？这是我看到这两张牌里，也不是说里应外合，他们真的都在比较远的位置，在偷偷帮你们能够遇见。好，因为他这里确实是钱币骑士讲的有一点点辛苦啦。讲的比较像是说，这个人好不容易在你在的位置停了下来了，他本来会错过，他本来要走过了，然后停了下来了，甚至有可能就是这一堵墙把他挡下来，可是这一堵墙挡得太用力了，把他挡下来，也把你跟他的相遇跟空间分开来了，有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就有点像是说，用了你们的相遇的能量去换来，让它停止在你这个空间里，不然你们就直接错过了。所以好不容易到了同一个圈子里，很近了，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回来，那个能量要回来，你们相遇的能量跟吸引力要慢慢回来，因为现在是比较贫瘠的。好，没办法，倒吊人在这里啦，他搭配了钱币五。这种停滞跟贫瘠的关系一起出现了，也出现那种交换能量的交换，它奠定了这一局这个故事到了这一个篇章里面的一个核心故事的走向。所以没办法，它现在先从平阶段再慢慢长起来，所以你们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错过，还要错过一阵子哦。但是方向是好的，因为毕竟这里介入的很明显，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那我看到的是这个，来，我再继续往下看。上面可能会不太看得到，那我拉下来一点。好，这样子。好，没办法，这个牌子本来有比较小的，我买到比较大的。好。还不错，还不错哈。这里哈，其实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局面了嘛，所以他讲说，你们有时间去好好创造，好好去累积你们各自情感的一个期待值。好，甚至也在用这个时间，让你们对于之前的感情的回复期或是清理回到一个最初阶的。最干净的一个程度，来迎接未来你们相遇的时候，才有更开放的空间跟自己去接受对方。那这边有个好消息，特别讲一个好消息是，你们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你们曾经心里想要许愿、想要遇见什么样子的人，宇宙接收到了，然后经过了认真的考虑，这个愿望是否能达成的答案出来了，就是会给你一个很接近你心里所想要的人，会的。这边新鲜牌在这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讲的是一种感情上的许愿，感情上的心愿，而且是一个奖品，就是你最想得的大奖的位置，那个你渴望的那一个端点的位置，他会说会接近，
那个人会接近。所以这一个人，你们彼此都算是蛮符合自己心理期待的样子啦。但是确实还是要经过这两段这两段算是一种绝对的牺牲啦。这两个一定要经历新星牌才会出现，因为这两个连接它的有一种交换，有一种身心灵上的觉醒，有一种身心灵上的觉醒，也有一种褪去一层皮，焕然一新的概念。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其实还不算是彼此所期待的那个人，表示还不够完整，或者还不够好。我的意思说，对彼此还不够好，并不是说你们人现在不好，而是说对彼此来说还不够好。但这个好有很多面向，就是完整吗？够完整吗？那现在还在走到这里的路上，还在走到这里，因为还在卡住嘛，两个力量拉住。他还在走到这个路上，走到这里的时候，那大概就是你们相遇的时间了。但是以那一个方向跟那个这一段的篇章的最后一段来说，他用星星牌来做结论，表示你们终究要走到星星牌。那没有问题的。走到行星牌之后，见面之后，你们刚好有一个全新的个人的爱情能量、情感能量，可以接住这个来到的人。这是一个很顺的连接啦。看得出来，前面需要一点熬一下单身，熬一下只有自己。但你可以把注意力专注在你现在的生活，先不要特别去期待，因为时间到了，会自然蹦出来，你连找都不用找，因为它就在附近。好，到7了是吗？他这个我才刚讲完的那一句，他就翻到7。我停住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再讲一次吗？我在翻之前，我是讲说，你可能要先专注于在你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单身，一个人面对，再忍耐一下。我是不是才刚讲完，然后就翻了？那这张牌就在讲这个。他要你理解一件事：你现在的一个人，现在的单独一个人孤单，都是只是个时间上的等待。不要太悲观，不要太觉得为什么都没有人看到你。有能量跟宇宙有看到了，时间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它不是我们意志能够主动去创造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的。好，这里有一个时间感很重了，再等一下。他希望你理解，你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好，你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一个人面对各种事情，一个人，但没关系，再等一下，因为他要连接的，他这里在连接的是你即将要迎接这个到来的人。他这是一条路，它是一条比较高尚的路径。怎么说是比较高尚的路径？就是他需要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理解到很多事情都不是垂手可得的，都不是一触可及的，都不是有点像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感觉。他这个概念也有点像是说，你够好，那个你心里所期待的很好的人就会出现。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越级了，想要那个很好的人，可是其实自己却还不足。那今天这一题是你会足够去遇到这个人，但是还要再等一下。所以这条路径这样子爬，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好，再往后看。好，好，压一张。好，来。
这里一样一个讯号，而且加强了。它加强什么？你会到一个，你们两个会同时到一个端点，然后会觉醒，然后你们就会相遇。他这边有讲一个很清楚的点是什么？当你，我们就讲你就好，因为你发生的时候，对方也会发生。你心里有一个新的感觉，是你想要改变现状，就是你现在的状况有安逸起来，你有点想要去冒个险，并不是说现在不好，而是你觉得你可以成长了，你心里会突然有一个想要冒个险的状态出现的时候，那你跟他的爱情能量就连接了，你们彼此那个精心能量就开了。但他要，刚刚我们从这里要一个蜕变，但从这里却没有任何东西改变，只是要你会慢慢的出现这一个想法，我要做出有点不一样的事情。等到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你们的连接时间线空间会突然同步，同步之后，你们就会出现在彼此的眼前。但是要这一个关键点，很特别哈，要这个关键点，这里就是这个。那你知道这个关键点还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你甚至对于渴望爱情的这个渴望值会趋近于零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是不是很玩弄别人？但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们呈现了一种无我的状态，或是无所求的状态的时候，那个魅力的爆发才会到最高值。那个时候，这个亮度就会让你们两个照亮你们彼此的存在。好，所以常常说，你太过期待得到什么，那个东西就会避开你，那个东西就会避开，它不会让你发现它。这其实在很多东西上都有证明到，科学啊、哲学啊，很多神秘主义都有常讲到，你太过渴望某些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避开你。所以才会说到这个趋近于零的对爱情渴望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这是你们两个交集的关键点，而且它也会这样子啦。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爆破点、惊爆点、惊喜点，在说，这个人好特别的出现在我眼前，也就是因为你们无所求的状态里，才加强了对方出现的那一个能量。好，那对方除了是你所想要的那个人之外，对方还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会同时出现，你会有点不知所措。但这个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啦。他有一点在说抱歉了，你们等久等了，我现在给你们很多礼物，所以对方会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同时出现，然后你那个时候会有一点点觉得，很多的感觉哦，我配得上他吗？我适合他吗？我到底喜欢他什么？然后这是真的吗？会不会一下就没有了？会不会一下就错过了？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会有这种很多的思维在你内在会跑出来。尤其你才才在那里觉醒，进入到一种无所求的状态的时候，突然很多东西让你可以得到垂手可得的时候，你反而不会选了。也就是说，对方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突然出现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连一个都选不到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出现？这是你一开始你们真的见到彼此、认识彼此的时候，会有这个很强烈的感觉会出现。那欣然接受自己的这个困惑啦，在当下来酒什么酒？我才也一样了。我才刚刚说对方会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在这个位置就亮起来了。对方确实有很多你想称赞的东西，你觉得你喜欢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就真的有。但这个讯号同时也在你身上出现，在他的眼里也有哦。你们是同时有这个感觉的，在这里，你们是同时有这个感觉的。所以该说选到1号牌的朋友，你们在见面的时候是一见钟情，或是一见倾心，或是第一次就很好的感觉，很有可能这个机会很大，这个机会很大。那
在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东西要注意了，要注意一下。他这边有在提醒你要有点回到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独自的位置，因为他这边有在暗示你可能会突然失去自我，突然倾泻进去，依赖了这个感觉，因为太久没有接近了。那这边有一点需要你提醒一下自己，你才是主角，你不是他的配角，你要有主角意识哦，在这里哦，因为对方也有可能陷入这个状况，所以对方也可能会把自己拉回自己是主角意识。这里其实是为了要达到平衡啦。它就很像是一个跷跷板，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很像跷跷板的两边一样重。但是当有人特别依赖或倾向于另外一边的时候，跷跷板就翻了，因为另外一边就翘起来了，全部重要往哪里去？所以他这边有在提醒，这里的最高智慧是你要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重，不能失去自我，因为太久没出现这种幻觉了，所以你会有一点失去方向。这边只是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但这里映射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会出现，可以欣然接受。但目前表面看起来说，虽然会有这个情况，但理智上是支持你的，再加上这两个牌在旁边帮忙，所以我就不太会发生那个事情。只是牌子会提醒，表示他有疑虑啦，还有一点点看到了未来可能某些情况会这样，所以这边先看到就先注意一下哈，记得。爱情的任何爱情一开始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哦，知道吗？因为在搞清楚所有位置、角色、彼此的关系之前，自己还是最重要的哦。很多常常一开始就忘了这件事哈，记得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其他的连接部分哈。看一下用这个好了。用别的，用比较可爱的牌哦，因为这个我用比较气氛比较不同的牌，看一下你们的其他的连接的部分哦。好，这里我其实是要看的是为何让你们相遇，你们是否是在找彼此，所以才让你们无意识下去，还是为了两个见面，是为了要解决某些能量上的问题？再看看这个任务是什么。好，那其实这里确实是我刚前面讲的，你们两个的碰撞是因为，其实啦，这一开始你们两个的遇见是没有被设定好的，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人生走的路上呢，他突然觉得要在这里停下来找一下你，找一下那个让他停下来的能量，确实是有。他真的是有两股行走的状态。你看这里。权杖骑士再加上钱币骑士，这两股其实是不太一起的能量，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目的在走的时候，可是都被挡下来了。其实我刚刚前面说的没错，你们确实还有很高的几率是错过的，所以也不是说这两个牌在这边把你们拉住，也不是什么坏事。确实是可能有另外一股这边翻不到的能量或意图或是意志。把你们拉住，停下来，要遇到彼此，所以让你们停下来之后，在附近盘旋，因为他这里能量所能做到的，或是你们的能量或内心所期待的某种意志，在你们停下来前所做的就是说，在这个行走中所做的最大的交换，最多只能做到让对方停下来，在那里遇见，在那里而已。那能不能遇见不知道哦。但是以后牌子翻回后面是会遇见的啦，因为后面有一些好牌，应该说有一种有方向感的祝福有出现。那我再看一下哈。其实你们本质上
能量上、性格上、背景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因为你们的相遇，所以你们突然，我觉得那个能量很强，所以让你们两个突然在面对这一个不熟悉的人格、人的特质前，还有高度的浓厚的好奇心跟驱动你的情感，让你们留在这里要认识彼此，这就是那个爱情的力量啦。即使已经发现了不同，但是会往更好的方向想。即使跟以前的恋爱方式、感情逻辑不同，但你们会把这一个出现的瞬间当成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没办法，因为愚人牌在这里。我刚刚说你们有一个契机，是当你们有想做出一种全新的改变，或想要对人生做出不同的事情的时候，让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对于所谓的不同、跟不熟悉还有陌生这一种特质的东西的时候，吓不倒你们。所以在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反而会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想要追求的不同的其中一种，所以彼此都能够欣然接受跟自己这么不同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好，这都是一切东西都这样推下来之后，让你们相遇的时候才会合理起来。不然这个不同，其实在一开始就会让你们错过了啦。就像我刚刚讲的，即使你们在同一个一开始讲，你们在同一个空间或在坐电梯什么，你们从来就不会注意到自己彼此的存在。好，那你们的相处因为不同啦，所以常常会有一种未来常常会有一种没什么共识的感觉，会有。但很特别的是，你们两个却很积极的想要讨论、想要了解，没有放弃，没有被吓走。很奇怪，每次讨论都有一种跟自己见解差很多，可是却也没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所以让你们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但它确实是会慢慢形成一种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啦。或许这种一直有一点想法不太一样，反而引起你们对对方更加的有好奇心，然后反而觉得你们能转化成它变成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存在，彼此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存在在彼此的空间里。好，这边只能说一起之后有很多的没那么契合啦，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前面有好几个宇宙能量、牌子能量都在想办法把你们拉在一起，这个出发点一定是因为后面有好事。那这个只是一些我们的基本智慧或智商所觉得的不合适，但是其实在更深的意义上，好像他好像能看得更远。他们觉得这个不合适可能只是初期，这个不合适反而是让你们成长的一种过程而已。你们终究会发展出一种只有你们两个能够用的相处模式。那你们也可能会在这种不一样当中找到其中的乐趣，因为我们刚说了，是不是？你们会在一个想要寻求不一样的点的时候遇到彼此，就刚好对应了这个跟你这么不一样的人的出现。内容、方向感、磁性不一，虽然不同，跟我们这里所期待的那一个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好像有点不同，但实际上遇到的时候，感觉都是一样的。那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一组，在你们遇到跟自己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种欣然接受跟欢迎的能量，而不是一种排斥的能量出现，所以才说你们彼此在彼此的时间里遇见的时候，这个是很对的时间，因为刚好在于你们想要做出不一样的事情的点的时候，对于能接受这个价值观最大的能量的时候，最大的广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人，刚好接得住彼此。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就这样这一题有点难，但我想应该已经讲得蛮清晰的。那如果里面有内容你听不懂或是接受不了，那就把它退掉，不要了，没关系。但是如果有些东西可以增加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或是你会有比较多选项的想象，那这样就足够了，就是要扩大你一些思维那就这样还蛮长的，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来，我们继续来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在慢慢的靠近你，谁被你吸引过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样哈，先抽5张牌哈，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基础连接是什么哈？好，好，先抽5张哈，对一下位置，好。好，来，那2号牌的朋友，我帮你仔细看一下哈，哇，4张都是大牌，表示什么？表示这一个人哈，他其实是被一个蛮大的，我觉得是蛮大的影响力驱使他有往你这边走来的这个动力动能，其实都很大。他这个能量，我先没看牌哈，我先以4张大牌的角度来想哈，他有被牵引着，有被推动着，还有他自己的个人意志去召唤了某些牌出现，所以他这里有些牌是在解释他怎么过来的。那如果从回来看牌的话，哈，从正义牌来讲，他确实在他人生中，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有讲他走过来嘛，所以他毕竟是在走去某个方向的路上哦。那他这一个启动行走，启动往人生这个确定方向行走的这一条路，他是非常确定的往那个目标走去。他找到了某种真相，他确定了他可以往那走。好，不只是正义牌确定，还有太阳牌。他不是只是看到了某种北极星指引他的方向，他看到了他要追寻的那一个炙热的热情哦，这是这个底下。只是跟今天这题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不知道，他走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一个部分的强烈吸引力，是因为你的存在在底下偷偷的拉着，而且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走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他会被一扇打开的门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他会先停下来，把这扇门打开，然后遇见你。他不知道，但是门在这啊，门在准备打开啊，就在他要行走的不远的远方，有一扇门在等着他要去打开。他不打开，他心里放不下，他心里那个介意过不去，他一定会打开。那这个打开门的后面，其实就是你的出现。这是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讲，其实实际上就是他看到你之后，他非常在意的自己的心还有方向被扰乱了，他非常在意哦。而且他有发现，他对于他人生的主导性、控制权似乎跑到别人手上了。其实算是他拱手交给你的。你知道他这个挣扎像什么？他这个挣扎很像他自己人生的志向，跟你的魅力在做抢夺他人生的轨迹的方向感。其实啦，并没有特别。其实它不是一个直走过去，然后有2条岔路，然后你在这，他在这，然后他因为他不走这了，他跑去走你那。其实不是，其实它还是一条直直走的路，只是你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他会这样子多走了一圈，来去这个，因为这个门在这里打开了，所以他打开门之后，在这边绕回去，然后会跟你认识什么时候，他终究还是会走回他这一条路，只是他在你身上花了更多的时间，花了比他想象中更多的时间，这样绕过去，这样，所以你的出现对他的影响力之大，他甚至可以拖慢了他原本想要走的那个方向，他想要做的事业或什么方向都无所谓，就是这个方向。好，那你的出现有很多诱因啦。我说的诱因不一定是你的魅力或什么，而是你的存在感让他感觉到非常有收获，满满的收获感，所以他就有点理智跟情感碰撞了。没办法，因为你的出现是用世界牌跟皇后牌来做垫底耶。
它不是一个只是什么权杖四啊、圣杯二啊，为什么甚至圣杯十都还没有这两个牌出现所带来的力量强大。它这个像什么？它很像说，他在追寻的路上，他发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堡。结果他好奇的走进去之后，才发现他梦寐以求的王冠竟然在里面，而不是在他原本走的方向。所以他疑惑了：这王冠是他原本想要追寻的吗？还是他原本想要追寻的那个方向的皇冠才是他的？这个是你的魅力出现的所在哦。他原本被了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城堡吸引住了，他游历了这城堡之后，得到了非常多丰厚的礼物跟完美的旅程之后，才发现这个城堡的终点或顶楼有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皇冠。这是我跟你抽象形容他的心境，在他遇见你的时候的心境。所以这个状态因为这4张牌确实是非常强烈的来垫了你们两个关系的这个底，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美妙。那他来了吗？目前看起来还没，因为门还在远方，在他的视角来说，门还在远方，所以他来了吗？其实还没，但他已经往你这边慢慢走来了。来看，我的他来了吗？是你遇见他了吗？还没了。他出现在你身边了吗？还没，还在路上。所以他不太像是会在你附近出现的人。目前看起来哇，这里出现圣杯十，圣杯国王，只能说那一个王冠确实是走向情感面的那个部分。我刚才讲王冠，他就用了圣杯国王来去诠释这个王冠的深层意义，就是所谓的感情的，他最想要的感情的诠释。只能说就是太奇妙了。我们前面才刚这样讲，他就直接用圣杯国王来诠释这个皇冠的意义。如果我们刚刚诠释那个王冠不是往情感那边出现，那它就不符合圣杯国王。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情感上的，它就符合了圣杯国王了。那也没办法，反正我感受到我感受到的东西，我就是要解释，我在解释的，可能就是因为我感受到牌子是这个方向，我不是说我感觉到牌子是圣杯国王，而是说我感受到是这个方向，所以讲出来，其实它就是这个牌子在影响我的思考跟我的意志方向，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它就要出来这个方向了。所以只是说再次强调，而不是证明我的想法，而是强调他对你的感觉就是这样。他遇到你的时候，就是那一个王冠，那一个属于圣杯的王冠。那可想而知你的出现对他影响力多大，但可想而知你有多优秀，你有多美好，在他的视线里。你可以期待一下。来，我们再看其他的好。还是大牌，怎么洗来洗去都是给大牌。他这一组，你们这一组的，先不讲这样，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感觉蓄势待发非常久了耶。你们的碰撞会非常强烈，你们的相遇会非常强烈，会有一种很激烈炙热的爱情要出现了耶。不过并不会骚动，并不会错乱，并不会碰撞之后失去自我。没办法，因为节制牌垫底了，前置牌在你们的水星的位置，在你们情感的位置，在你们所向往的未来的模式的样子，用节制牌来垫底，表示什么？那一份你们所追求爱情上的自由，跟那一个理想的模组，你们所向往的爱情的那个样子，在你们相遇的时候会呈现、会显化，而且是达到一种两个人互相制衡、平衡的状态，所以没什么纷争，一切都会在非常合适、平衡、舒缓、契合的方式让你们两个相遇。那你们相遇之后，会很快的进入一个新的升华。它会
因为能量都太大了，它会有一种，我觉得它会有一种太高度的梦幻了，会有点不太切实际的梦幻了。可是这个梦幻只会出现在初期，因为节制牌就立刻把你们拉回一种平衡跟现实状态。你们脑袋里会出现一种非常 drama 的梦幻，可是很快的你们就会相信现实比较重要，所以你们很快就能找到彼此的契合点，然后彼此互相制合的状态。所以我必须说，这一题有在暗示一件事：你们两个并不是同一类人，不是同一种性格，不是同一个方向。其实你们实际上是属于比较制衡的两个人，而不是互补，也不是双胞胎这类型的。你们两个算是比较制衡的状态，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自己的习惯、方式、个性、谈恋爱的招数，这类东西都施展不起来。会有绑手绑脚的感觉，被这一份彼此的制约、被彼此能量的约束绑起来。可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都太强了，但这个空间只能待一个能量的单位，所以你们两个就彼此在某些方面被削弱而达到制衡。所以相处起来，即使你们两个是融洽的，可是你们会渐渐发现自己最原始的个性好像没有办法100%的施展开来。那这个是个缺点吗？一开始是个缺点。但是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你们要创造出你们的相处模式，而且是你们离开彼此之后，这个模式就不存在，而是只有你们两个同时出现的场合跟相处的情况才会存在的这个你们彼此的相处模式。你们离开了，就会回到自己那一个能量强大的自我。所以呢，你们在恋爱里、恋爱外的时候，其实会有两种样子，这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但没办法，这是你们两个要达到制衡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的那一种样子也不太愿意给别人看到，因为在某方面来说，是对外人来说是脆弱的，是被削弱的，不是你给大家印象中的你。好，但这就是你们两个遇到没办法，因为你们两个本身就占据太强大的能量区，但空间就是这么大，两个相遇的时候就必须彼此削弱、彼此制衡。但这是一个舒适的状态了，目前看来是绝对舒适的，没办法，因为节制牌就在这。好，他节制牌出现的时候，他除了达到平衡之外，他还带来了射手座的自由自在感。那他又在这一个位置来强调这一种感情上，你们所期待的爱情上的舒适感，是包含了自由自在。所以，就算这种约束、这种削弱你们能量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你们失去了某个部分的自我，但其实是你们用来换来两个人在一起的自在跟自由、舒适感。这是你们心智上、默契上的自然的妥协跟制衡啦。其实这是你们能量自然而然定下的一个规矩，这不是你们有意识的状态定下的，就自然就定下来了。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天分所达到的默契。来，总算有比较小的牌了那能量大到有点难抓那这个讲完了，这里讲了。我刚刚他就是我再重复讲一次这个牌给的意义，你就知道跟前面讲的一样。他在说，他希望你们两个彼此理解到，你们两个的出现，就是因为要协调出一种2等份的能量成为1等份，也就是说，必须把这个空间里只能塞一个能量的这个空间里划分成2等份，能让你们各自能在这个空间里生存，所以必须要对等制衡。那这个位置再告诉你说，你们两个必须理解到这一点。那前面已经讲了，前面就没有说要你们理解，前面只是说就会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接受，你觉得自己被削弱，但是请你理解这是你们两个的相处方式，而且已经设定好了。这边是讲这个没什么意外其实这一排蛮顺的，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卡住的地方，而且我反而比较担心说，你们两个能量都太大，碰撞的时候，我在担心你们两个是否能够调和得好，或是能够接得住彼此。因为两个彼此遇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强大的磁力、磁场感觉被压迫。但是因为你们彼此的韧性本身个体上的韧性跟理解力都还算蛮有高度的智能跟智慧的，所以你们很快就能够找到协调点，来去诠释你们对彼此的喜欢，跟在彼此喜欢中找到那一个快速的调和。
即使说他遇到有时候很像在钱包里找到他自己的皇冠，但是以你的角度也是，你的角度是终于有人来领取这个皇冠了。所以两个人都是有点受宠若惊的状态，并没有高跟下，谁高谁低，没有人在用居高临下的角度去看对方，他是立刻去达到一个制衡平衡的状态哈。来，我们往下看，这组牌讲的有点快哈，其实刚刚的内容可以慢慢讲的，但我觉得讲的蛮快的。好，来继续。好，13了哈，又是大牌。不过，其实这个刚也讲了，刚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也讲了。我说你们会转变到另外一个翻新成另外一个状态，你们会找到自己的相处方式。其实在这里就已经讲了，这里这个牌在这里就已经讲了，你们确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相处方式。虽然你们两个被割了，感觉被割了一半来去平衡两个人的状态，但是其实就是要换来一个全新的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啊。这里又讲了一次哦，不过他这边讲的另一个概念是，你们需要达到两个人制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有开始找到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它不是同步的哦。所以才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两个会有一种僵持状态，会有一种磁场被压迫的状态，但是你们会，我觉得它很快速，因为毕竟是节制嘛，毕竟是射手座的速度能量，它抓的就是你们在初期的时候，很快就找到那个制衡状态，然后就进入一种翻新，找到两个人相处的状态。可是它有一点小小的危险感、危机感。它有一个小小的危机感是，该怎么说呢？因为太阳牌到这里有双重太阳，我觉得太 hot 了。它有一点会让你们初期两个人感情太浓烈，而太过偏向于对方，而非常难找到制衡的状态。除非你们两个都同时过度依赖对方，才可以找到制衡的状态。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度依赖对方，有一个人处于较为冷静的状态，他就不平衡了。因为他其实这一段有两个太阳牌，很强大的在这边压了两个太阳牌，所以它是非常炙热的。可是他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他又这里牌又太担心你们把这个关系看得太好，所以就觉得想要怎样就怎样，其实那就会有点失重了。那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有人太过于偏袒另外一方，但这个真的很难控制。我只能说，我希望大家在任何爱情的初期，都还是要保有自我的本位置。不管在爱情任何状况，你还是要先初期状况，还是要先把自己当成是最重要的。但是今天这体能量太强大，无论是你被吸引，还是他吸引你，都会有人不小心太过于偏向另外一方，依赖对方，那这个就有点不太能够达到制衡。但是节制牌在这里，这一个制衡跟交换一直在做调和。那他如果不是在这个位置，他如果不是在这个位置，他如果是跟这个交换，我就会认为这个调和的难度非常之高，要花很长时间。可是还好在这里，他告诉你的是说，在不久的远方你们会调和好，难度不会很难，自然而然就会成功。所以我是不担心你们不会达到一个制衡调和的状态，然后进入了两个人找到自己相处方式，我是不担心的。然后节奏也不慢，只是因为他这种双重跳跃，我的双重跳跃是说，你们会找到新的相处方式之后，再从新的相处方式里面找到两个人在感情中的位置，就是精神面也会再成长一次。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担心是说，但是通常后面有这种比较好的
2次的换新，而且是2次的换新前，一定我觉得在平衡上面一定会有前面给一些难题，所以他的难题应该是给在你们2个人调和跟一开始，我不要再讲调和了，我把它讲简单点，就是你们2个在一开始的相处上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困难的，在甜蜜期过了之后会有一点点清醒，那可能节奏有点不同步，所以会有一点误会谁冷却下来了，可是其实不是，那只是在甜蜜期或热度，就是太阳这边很热啦，但它终究要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没有太阳牌了，它就会比较凉一点，它会凉一点，只是谁先到这里，会不会同步到这里不知道。只是如果谁先来，会有一些小误解，就很难达到制衡，就很难进入这里，然后再进入这里。好，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总有一些考验嘛。不过乐观的讲啦，或是真的是讲好的地方啦，还好它在这里啦，你们会达到调和的啦，就这样。好，好，让我下。如果照这个顺序这样走在这里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怎么找到调和了。你们会发现2个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连时间表或者工作几点起床、几点见面，你们会开始发现有点不契合，搭不上。所以会从这种很扎实的生活角度里面去找到相处的方法之后，让这感情冷却到平衡点，然后找到务实的点去相处，然后就达到制衡了。然后到制衡之后，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相处的方式，这比较扎实，比较具体。找到生活的方式之后，一阵子过了之后，你们就开始会追求比较2个心智上的重新升华。这升华是什么？你们会开始发现彼此的重要性的位置是什么，重要性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就很难诠释。有时候重要性的意思是他给你的安全感，有时候重要性的性质是你给他的一种生活的丰富度不一样，或者生活的创意让他觉得很有趣，关系有新的定位，而不是只是恋人，他会有更多内在的定位，跟就像有点像给标签啦，顶标签的意思，在你们关系里。好，那所以必须说，初期你们的那个不太一样的制衡关系上，彼此会发觉你们的差异。那这边要告诉你跟他的状态是，这个差异要用比较包容、比较善良、比较仁慈的方式去看待。如果太过计较，很快就没有了。必须说，很快就没有了。好，你很难到这里。可是他在这个位置在讲的是说，还好你们会用比较仁慈的角度去接受这一点，他是已经设定好了。如果今天这个牌是在这里，或者在这里，那情况就会比较难了。情况会比较难会太过严厉的看待跟计较，但是还好他在这里，那他在这里，所以当你们发现彼此的不同的时候，很快就能用一种特别认为那是特别的角度去诠释，就会过了。我只能说今天这题其实有蛮多危险牌，但是都在好的位置，所以危机都自动解除。危机都自动解除。好，来我们来看一下2个的连结。那看看是怎么从用这个来看。用这个好了。我要来看的是，为何你们2个要相遇？是巧遇吗？还是有任务？还有，你们相遇是为了找到彼此吗？找到彼此的任务是什么？互补吗？还是让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再来是你们相处的时候，这个连接是互相提升吗？互相来觉醒彼此的吗？来这种角度来慢慢看。好，好，
太远，看一下6权杖嘛，哈，1权杖。坦白说啦，这个人出发的路上，其实已经受到祝福了。他一开始就已经被要遇见你的这一个性质让他出发了，只是他没有察觉啦。刚前面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方向，他真的没有察觉。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确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一开始就说了嘛，他很想去那边，可是他真的没有发现，其实中间其实走的这个路上就是为了要打开遇见你的那个门啦。他这边讲了，因为他这边讲的是一种权杖6的起点出发，他总用权杖6的概念来告诉我们，把这讯息传出来的是说，其实他不是走在一个成功的路上，他是走在一个要被人迎接的路上。他的起点是这个，所以他没有意识到他去是要去遇见你的。他以为他在往那个方向走，其实是那个方向准备迎接他，是这个概念。那这边讲到一个蛮不错的地方他这边有讲到，你们经过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在那一个阶段，就找到彼此生活方式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不是你们两个创造了一个你们两个的生活方式，而是你们两个所渴望的好的相处生活方式原来是长这样。你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之前，其实没有想的那么清楚，但是遇到彼此之后，才清楚的知道，原来你们渴望的生活方式是长这样。那在这个情况里，你们会生长出一种新的情感，不太像是爱情的热恋状态，而是在这种生活里生长出一种更为扎实的感情，更为扎实的感情。那圣杯国王又出现一次，但是圣杯国王这里出现跟这个呈现，它的时间点是不同的，因为它这里已经把这两个国王的时间点切开了。这是你们两个找到生活共识之后才再出现的圣杯国王，所以他讲的是更未来的事。你们会有一种全新的新的自我、新的生活方式在后面，就是到这里，就是这里到这里，再到这里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已经同步了，会同步，生活上其实会同步，已经不像照镜子了，它其实是同步，比较像影子了哈，是比较像影子。那这个其实还好，这里讲的只是你们唯一能争吵、能有纷争，都是一些小小的小事情，都是晚上吵起床就忘了，早上吵中午就好了，这都小事情。这边讲的没有太大的相处上的难题，一切都还蛮简单的。好，先小小的总结来说，我看起来我觉得最大的难关是初期两个人的情感上遇见的时候某种冲击跟不适应感。一般来说都会有，其实你看不同牌，我都会讲说，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大多数的牌都会有一个一开始的不适应感。如果是两种不同背景来的人，都会有一种不适应感，但是只是每一组牌讲的化解跟突破的能量有多少，跟方式有多少，跟难易度有所不同。这一组的难度算高的，只是还好，这个不适应感出现的是节制牌，又在这个位置。简单来说，它告诉你的就是轻而易举的就会达到平衡，不用太多的努力。你们只要顺着直觉走，很快就会找到那个平衡点，而不用特别去多为这件事做什么。还好，本来是蛮难的本来是难的，因为他把审判牌放在这里，他定义了你们要进入下一阶的难度有多少，蛮难的因为从这里到这里中间还有很多过程挡了很多过程，还挡了塔牌所以还好，就大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太多难题，就挡了塔牌，挡了月亮牌，但还好还有星星牌跟太阳牌又在撑的一致，所以过得去。其实都很可以啦，不会太难讲的好像我有些疑虑，我的疑虑在于我看过太多一开始不适应就放弃的人啦，他很难去迎接后面的礼物。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是一有不适应、不好的负面感觉就拒绝的太快，这是人性啦，人性会回避不适应跟危机感啦。不过以这题牌似乎时间到了就会调和起来，可以期待一下。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大致上就这些哈。那这题不算难哈，只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开初期的小困难啦，但也没有很难解决。那就这样哈，希望给你一些比较好的方向跟期待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哦。今天的题目是谁正慢慢的向你走来？是你吸引到了谁向你走来哈？那我们一样抽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基础哈，然后我们来再看看后面整个发展下去的讯号是什么。来5张哈，我们来现在来抽，来哈，来，好，5，很难解释的牌哦。来继续哈，好的，看来3号牌挺复杂的哈。好，来压起来了。首先啦，也不是说复杂，只是说他从你走来的一个能量是属于被推来的，他在逃避、逃离某种比较难受的情况，他是巧遇你的，那你的能量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你这边有他所现在在疑惑、迷惘的路径上所能找到的价值，所以你这里的能量刚好契合了他的能量，有点像是这样子把他抓过来，这样子把他抓过来了，你们就在某个点就连接到了。但好消息是，这个是被命运之轮所祝福的一件，怎么说？贵人，但是你是他的贵人，似乎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强烈的讯号。但我通常不会这样看啦。我觉得为了平衡能量，我觉得在某个顺序上，也许你现在是他的贵人，但他等到好起来的未来，你们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也是你的贵人了。只是今天这组贵人的性质似乎先超越了爱情的性质，毕竟他现在是在一个茫然的状态飘来你这里了，哈。那被你接住了，被你抓住了，因为你现在生命所相信的信念跟价值，似乎符合他所遗忘的，他所失去的了。好，只是还蛮可惜的，目前你们中间还是有一道很大的墙，很大的距离，我觉得还算很遥远啦，还算蛮遥远的。所以他这个慢慢走来，似乎还要再走一阵子，没有这么快，这是这里可惜的点。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似乎用宇宙或是不知道在某个很神秘的角落，好不容易把你们2个连接到了，而且也有可能拿一个比方，他内心可能在某个深夜的沙漠里呐喊了，而那个时候唯一出现在那个沙漠的深夜里的能量只有你，而你的能量听到了，那你的能量去寻找他，因为你是唯一听到那个声音的人的能量，然后他能量寻找他，看到他了，再用最轻微的力量，好不容易抓住他了。现在把你们2个加持住了，只是要拉来需要费很大的力，再慢慢的把他拉过来你身边。这是你们能量在神秘的宇宙里面做到的一个连接。但是必须说，如果他没有在这个迷惘、彷徨、萎靡的状态，你是不会听到他的呼喊声的。所以不能说这一个能量的效益是起点是不好的，没有，这就是你们的能量互相吸引的关键点。它不会每次都是好能量连接，或是2个人能量同步连接，而是它可能就在2个人都在孤单寂寞，或许他是寂寞，你是孤单的一
个同质量的空间里面，彼此听到彼此的声音，或是你听到他的声音，他其实没有为了喊给你听，他就是因为这种契合度，你们两个就抓在一起了。只是抓在一起后才发现距离很远，还需要一段时间。好，因为我必须补充，我大概感觉有点像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人溺水了，只剩下你能拉住他，你就直觉性的没有想太多，你就伸手去拉他了。可是等到你去拉他了，才发现第一好重，你拉不上来。但你已经去拉了，这就是这一个你们两个的僵持处，但你们两个终算连接了，但他终究会被你拉上，他终究被你拉近，大概就最简化就这个状态。但没办法，你要珍惜跟最可贵的是什么？你伸手去拉住的那个直觉，才是你们两个关系最可贵的一个关键点，知道吗？还有他伸手能被你拉住，这也算是一个关键点。你们两个如果不彼此伸手朝向彼此的话，你们是不会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是很珍贵的一瞬间哈。来，再继续往下看哈。好，这个牌是我比较少见到的一个这个概念起初要给的一个能量了，我比较少遇到这样子起步啦。所以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它有点超乎我的惯性，我的习惯逻辑，但还好我立刻找到了突破点了。还好是命运之轮出现，我知道它的突破点在哪里了。好，那必须说，你们维系的那一个能量，水能量非常非常 pure， 但也力量不足，但终究是牵在一起的。不过还好不会断，只是这个连在一起的时候，这能量有点小，然后会能量在这边自问自答的问自己说：我们需要坚持下去吗？就是这个不是你们有意识，而是能量在下面在讲这一句话。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放弃，因为命运之轮在这边，命运之轮在告诉你们两个连接的能量说：我已经在转了，你们没有理由放手了，没有理由放掉，我已经在转了，把你们拉过来了，你们只要坚持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你们两个连接的方式那要等待，这段关系值得等待。第一，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礼物等在后面，它有一个丰盛的结果等在里面。但是我真希望是对方听到，让我可以鼓励他说：你再支撑下去，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有很多丰盛的礼物在彼此身上的挖掘。他现在状态比较迷惘，比较萎靡，但不代表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他身上有你要的东西，这边有出现了。而且这一个人的出现，在你现在拯救他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拉上来的其实是能改变你一生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士。所以我才说，也许你拉上来是他的贵人，但是其实他拉上来之后，他出现在你面前，才发现他才是你的贵人，而你必须付出这一个拉扯跟这个坚持，才能把这个重要的礼物拉到你身边。那他会带给你，我不知道这边只是说，在这个前面这一个东西经历完之后，你自己个人会有一种完整的提升，你好像理解到了自己能做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了。虽然我们刚刚用的是一种拯救的抽象方式来讲，但是它有一个概念比较像是说，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待他有一个更深一级的高尚品格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好像可以多做比你原本以为你能做的事情更多，你发现自己的更多的潜力，而且这个更多的潜力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你。那这个全新的你，让你发现你以前好像都不够努力，不够用心，不够，你会有一点想粉饰太平啦，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以前没有那么好？他出现会有这个状态，但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但是这边有那反而他的出现才是你的礼物这里讲的是这个，
所以这一题其实某方面它一直有一种转折，好像他得到你，可其实你得到他，它有一个顺序问题。但这边还没有看到说怎么启发的啦，这边只能说你的出现有让他确定了他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他确定了他自己的存在价值，反过来看比较像是说你身上有某些东西是他没有的，而他在你身上找到了之后，才发现说他自己身上需要，所以他定义了他自己。所以也就是说，你身上有某些价值是很重要、很珍贵的，只是你好像没有发现。那他发现了之后，你也突然发现说，原来我有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自己没有那么珍惜，或者我自己没有那么我自己没那么理解到。所以在那瞬间的时候，你就会翻新了，你会重组你自己的好。你会强化你自己的好，在他的眼里，他挖掘了你身上的宝藏，你开始知道你能珍惜你自己什么。所以，即使往后排出现的时候带来一个丰盛的感觉，但其实这些丰盛都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来的，都是你们彼此在自己身上的口袋里摸到的。原来一直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都没有发现。他这里是这个，他这里的转换是这个。都不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东西，都是你们自己身上没有被挖到的东西。所以你们两个的遇见啊，不是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说，它不算是巧遇，它是你们必定要相见的，因为不然你们就只会这样而已。他这个爱情真的，我觉得他比较偏向贵人。好，2了哈。好了，我才刚讲说，你们的相遇不是巧合的，这里是有一种必然的遇见。那这边就出现了，他这边要告诉你说，你们必须要理解，你们的相遇就是你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分水岭。其实这两个牌是互相呼应的。他除了讲说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之外，这边其实还讲得更远，他讲是分水岭之后你们往后走的一个翻新跟全新的自我啦。可是前面必须要经过这个苦难。其实这个苦难不是说只是他的萎靡让你拯救他，其实你拯救他跟拉他一把，这个能量的互动其实是很辛苦的。但虽然你们的生活中你可能不会直觉感觉到你遇到他的时候的辛苦，可是其实你底下会用了非常多的能量去把他拉过来，这也算是某种你的能量的失去。所以你本来可以在遇见他，就是说快遇见他前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好像生活平平淡淡的，不是说变坏，而是平平淡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因为那些人能量去交换了他过来的力量了，所以从这里映射出一件事：如果你最近发现你好运不断，什么事情都做得很顺，那就表示他还离你很远。他这一个能量的交换要在很近、很靠近的时候会发生，因为他有这股能量，比较像是你们两个同时有种否极泰来的迹象的时候，就差不多是你们两个要相遇的时候了。这一定要同步。可是如果现在都觉得还好，什么都还不错，那个就是他真的还算远啦，还算远。不过这个预测到的确实比较，还算有点，的确是还有点距离，没办法，这个牌压在这里，它压在一个最大的影响力的位置，所以还算远。那要请出命运之人来拉动你，表示真的是远到需要命运之人慢慢转。所以还再等一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还有，其实这一组3号牌都给很艰难的牌。如果你有兴趣去听2号牌，2号牌跟3号牌真的是截然不同虽然这样顺序录下来，我没办法跟2号牌的人，你可以来听听3号牌，但是2号跟3号牌真的是截然不同2号牌不会出现的牌，3号牌都出现了。好。先讲好消息，也没有什么好消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消息，差不多。但是比较好的消息是，这个人你一眼看到就喜欢，你一眼看到就喜欢，而且是非常瞬间你就知道你喜欢他了。他很多外在条件你都会喜欢，他完全不会被他那种比较失落、迷惘的状态把你吓跑，完全不会。这个人他除了外在各方面有点
就是一下就中你喜欢的那个样子，性格各方面都会中。还有一件事是，因为太接近你所期待的人的时候，他会唤醒你以前追求过这种类似的人的时候的一些挫折感啦。可是还好，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原谅的感觉，你会有一种觉得，哦，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你会感觉到那一个宇宙给你的仁慈，你会觉得有人看到你的辛苦。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觉得，怎么会又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自己真的很喜欢，好像以前的不成功，只是让你这一次遇到，还有更多的戒备，更加的谨慎，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这一次这个人跟你确实能处理的比以前更好。好，那只是要有点小心，它会唤醒你以前一些小小的被伤感的部分，不要掉进去那个深渊里，因为那已经过去了，而且你现在的能耐早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候的自己。好，这边有说这个。那如果你想起了以前的事情，记得立刻原谅自己，跟自己说没事没事，那个时间的你已经释怀了。好，好，来看下去，这3号牌讲的好快啊。好，看一下。我觉得这边开始讲一些好事了哈。这个人除了很多条件你一看就喜欢之外，他还很接近你心里所期待的那种人。其实这有点像是重叠讲，就是说他本来你会一看就喜欢，表示他就是你期待的那种。其实他不是，他还有一种你抽象的期待的某种爱情状况，这个人也符合了。他前面那个愁云惨雾只是一个考验，一个关卡，让你，我觉得这个牌有点陷阱啦，它有一点像是说给你一个小考验，如果你不够善良的去迎接你的生活，负能量有点过多，那你的善意在不充足的情况下，你有可能在最接近他的时候会错过。我得到讯息是这个，好，因为这下面这3张牌没有办法决定你会不会遇见他，他只能告诉你说遇见他之后你所得到的情感面的收获。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出来的时候，他给的一个讯息是，要显化这个人，似乎要有更多的对世界的爱与善。我只能说他这给的讯号是这个，但我没有办法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说。可是他更趋近于你能显化这个人，他能显化出更接近你心中所期待的这个人的样子，他很接近了。但是他似乎在告诉你，我觉得他的连贯性是这样啦，就是这个人会在一个迷惘萎靡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够大，你那个时候善意够强，你会立刻发现他的存在。那如果你的善意跟爱不够大的时候，你会错过他，是因为你不需要，你会发现你自己不需要去接近他，或是没有那个动力去让你靠近一个内在在求助的人。但是你的善意够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好，那以现实实际状况来说，我比如说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新朋友的状态。他是一个全新的人，在你的生活里出现了。可是很奇妙的是，在你第一次认识他、知道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处在一种比较萎靡、低潮的状态。那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去多问一句，或是就漠不关心。其实有这个转折点哦。那这个转折点在于你当下是否有能力意识到自己要去做这一件事。因为有的时候都只是一瞬间的感觉，那一瞬间就会让你觉得，哦，不关我的事，我也不认识这个人，那就没了。其实这里有这个，它这里有一个显化的瞬间。魔术师牌放在这里，它讲的是你的意志要有非常高超的瞬间，
这个要求非常高。那刚好它对应了这一个，我终于知道这一个权杖2的分水岭在讲什么。他在讲你如何连接到它，就在于你这一个非常高智慧的瞬间，非常高善意的瞬间，你如何决定了你的下一步。而这个分水岭就在这。原来有，其实，在我们翻来这前面说，并没有这一个条件。可是我一直有说有个挑战嘛，对不对？其实我一直没摸清楚那个挑战是什么，这边我看到了，原来是它出现的那个瞬间，在树林面前的瞬间，你是否有更高的那一个善意，决定你要不要进一步去接触这一个人？很奇妙，它有这个特别的关系。你去了，主动了。我跟你讲，他会有什么类似的情况？他有可能会在你的 po 文下面留言，那他跟你不熟，他可能只是个路人，或是你认识的朋友，那你可能只是把他当成留言或什么，然后就没有跟他聊。但是你有时候，你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瞬间发现这一句话不对，然后你会私下跟他聊天说，如果你有那一个很高能的智慧或善意，突然感受到的时候，如果你善意够大，你会敏感到他的脆弱，然后你会私下问他说你怎么了？那个都是一瞬间的一个能量爆发。那个能量爆发的时候，你就会去问他。我相信你们的人生都有这一刻过，但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需要这一刻的关键点产生你们两个人感情的分水岭，进一步的分水岭。所以这个感觉一出现的时候，你们的话题就打开了，那你就显化了这一条路。这里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出现符合刚刚前面讲的，你看到一个人溺水，你要不要伸手去拉他一把？如果你在当下伸手拉他一把，你先考虑到了自己的能力，你就没办法拉他了，你会去找别人来救他。可是在找别人那个来救他，他就来不及了，你就会失去他了，你就会错过他了。可是当下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瞬间的智慧跟善意，是否让你有主动性去拉他一把？那就只有那一瞬间。但是这一个，他有个方法，你知道他为什么这里要出宝剑3，然后要出魔术师牌？他这里其实是连带关系在讲一件事情：你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受伤的感受，是否教会了你要体谅其他人的难处？这里有在讲这个，他这个位置在这里在讲这个。当你体会到了，你升华了，强大到了，你的爱可以扩大了之后，那魔术师牌在这里告诉你，你这其中学到的智慧，你能显化你跟他相遇的那一个瞬间。所以他着重在的还是在这里。即使我刚刚讲说，因为刚刚还没翻这个嘛，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你过去的一些感受，你要知道说你已经过去了。可是这边其实真正在提醒的是说，虽然过去了，但你其中学到了其中的智慧了嘛？那个其中智慧的慈悲与善良，是否教会了你现在能感同身受其他人的难处？而如果你能感同身受其他人的难处的时候，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立刻就能感受到类似的萎靡状态跟迷茫状态的时候，你会在一个很简单的接触，就发现这个人需要你再多跟他讲一句话的时候，那你们的分水岭就打开了。他这个连接是这样，后面才连出来了。好，那这里的连接是说，你跟他的关系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你必须真的要在这个善意里面意识到，这一个人可能是你以前的你。这个人的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是你以前的你，所以你会有这个恻隐之心出现来去主动靠近他。如果这个恻隐之心跟这个善意都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他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善良的要求，有一个非常高的智慧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在这个瞬间打开这个窍门，这个路才有打开。所以所说3号牌其实蛮难的，它难的不是牌面上的解释，而是这一份缘分，它蛮难的。可是他后面又告诉你们说，你们两个是彼此的一个贵人跟收获，所以他因为后面给的东西很大，所以他前面难题就设得很重，因为很珍贵嘛，很稀罕嘛，所以选择3号牌的人你不要气馁，他现在有一个，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说你会气馁？因为这个瞬间你怕你等不到，但是他这里有一个诀窍是，你从现在开始或近期开始，你要开始感受其他人的难处。或是加强你感受其他人难处的能力，去理解不同的小小的小悲伤的故事，其中所带来的背后的巨大的悲伤是什么？那你的善意会扩大，那你对于他人的恻隐之心的敏感度就会更扩大。自然而然的，这一个人出现在附近的时候，你会立刻感觉到他需要你。这一题确实是设的比较难啦。
可是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他慢慢走向你来说，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为什么他要慢慢走向你？好，那我们来看那理由是什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要翻3个连接牌，因为我要找那个理由。不过这一题对于我看牌的能力来说，提升了一点。因为这一题其实有启发到我自己，所以我才讲的这么快又这么深刻，因为我觉得有启发到我自己对于解牌的新的角度。好，看一下8号，其实啊，你们两个的相遇，其实真的是你们两个要领取的一个礼物，真的有，真的有。它有点像是说，你们之前的辛苦，很多东西的之前有某一段时间辛苦的礼物跟收获，当下没有领到的，这次要领到。可是因为给的很好很大，所以它让你们有一个难关。可是其实啊，我觉得他给的礼物并不是只是这个人的出现跟后面的升华礼物，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个，尤其是你的部分，你的这一个善的升级，对于敏感恻隐之心的升级，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礼物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牌，其实你已经在领取这个礼物了，只是你要不要去找到方法，或是你现在有没有办法找到方法去扩大这一个敏感度？你可以试试看看各种因为他这一题有点小小的针对对于善良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他在提醒说该要注意一下咯。有些善良的事情不可以略过哦。他这边有在小小提醒这个然后你们两个的他这边有在偷偷说，你以为你遇到的是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或是你只是因为同情心而遇到这个人，然后他跟你完全不一样。其实他这边有偷偷在跟你说，你不知道的是，其实你找到他，等于找到了你自己。你们后面有很多很类似、很相像的东西，都在后面才会知道。而且他这边有在偷偷讲，你们现在的样子，其实还不是你们现在完整的样子，未来有一个你们自己的比较接近完整体的自己。然后成型的时候才发现，你们两个其实是相像的人，但这个都要很后面，在非常后面，真的是要非常后面但并不是因为你们两个成为了完整体才会相遇，而是说，无论你们两个有没有相遇，你们都会慢慢的变成完整体。只是在你们成为比较完整的自己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跟你很类似的人在旁边陪着你，这是有差别的。即使错过也没差，你们还是会变得比较完整，只是会少一个人跟你分享了。那这里讲的也差不多了就是，他这里讲的比较，比较悲观一点啊。他讲说，你们相处常常还是会盘旋在某些悲伤的气氛里。但这边所给的暗示是，你们两个喜欢处在一种悲剧情绪里，这是你们两个的能量。就像，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很坏的东西，它只是比较讲说，有些人就是喜欢从看一些悲伤电影里面找到他生命的能量，因为他会受启发。这是你们两个的模式。两个相处之后会发现，悲伤能量、悲伤电影才比较能够启发你们，你们需要追寻那个启发。而喜剧或快乐的东西只能感受到片刻的情绪高涨，可是你们要的是深层的悲伤所带来的启发。这种就是很多奥斯卡得奖电影才会有的啦。但简单就是这样。好，这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好，3号牌很难。我先说，如果你听到现在有很多人不懂，那就不要了，就推掉不要了。好，那如果听到几句真的对你有一些影响，那你就消化一下，思考一下，明天起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你自己的语言，不是我的不要让我的语言或我的形容强加在你身上，成为你的定义。不要，你只是听了，然后你自己要去想一下，说，我能接受多少，哪些是适合我的，然后我要变成我自己的语言差不多要这样子
3号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启发，因为我有讲到一些新的逻辑转换，希望也能够同时帮到你啦。好，就这样哈，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3号牌的朋友需要大大的祝福你们哦，因为觉得这个人其实得来不易，也很容易错过，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遇见，因为这个对你们本身来说升华很多。那至于这个善意的课题呢，不要勉强，轻轻的接触就好了，不要太用力推挤自己去，轻轻的接触就可以了。好，就这样哦，那祝福你们哦，谢谢你们来听。